好，我是 Timmy。今天我们来做传统的牛轧糖，也就是大家说的熬糖版了。原始的配方，麦芽糖和细砂糖的比例呢，应该是1:1的。但是因为大家呢都不喜欢太甜，配方呢就逐渐调整了，细砂糖呢减少了，所以熬糖的温度呢需要升高来达到牛轧糖的软硬程度。牛轧糖其实并不难做，重点在于熬煮糖浆以及糖浆与蛋白霜混合的这一个过程。那这期我会着重的讲解这2部分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材料有哪些。糖浆部分呢有水、麦芽糖、细砂糖以及盐。那其他的材料呢有蛋清、无盐黄油、无糖奶粉以及坚果仁。这里我用到的是花生仁。首先我们来处理花生的部分，这里我用到的呢是生的花生仁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烤熟，然后去皮。如果大家买回来的是去皮的熟花生仁，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步。那现在我们先把烤箱上下火150度预热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花生仁平铺在烤盘里面。一般烘烤一次呢，最好就平铺1层。如果像这样子堆叠在一起的话呢，会烘烤不均。那没有完全熟透的花生仁呢，皮是很难去掉的。平铺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把它送入烤箱中层或者是中上层，上下火150度，烘烤20分钟左右。期间我们要多次拿出来晃动一下，让花生翻滚，使它烘烤均匀，直到烤到花生皮的颜色呢变深了，可以看见部分的花生爆开，就表示花生仁烤好了。那烤好的花生仁，我们从烤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呢，要稍微放凉一下，然后呢再开始去皮。因为刚烘烤出来的花生仁皮呢是很难剥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凉哦。那花生仁放凉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去皮了。其实去皮很简单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捧一抓在手上来回搓，然后那个花生皮呢就很容易的剥落下来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拨动。完全烤熟的花生仁呢，它去皮呢是非常的容易的，只要轻轻一搓，那皮呢就可以去掉了。那皮全部都剥好之后，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花生仁和它的皮分离呢？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这样子的沥水篮。我们把花生装进去之后呢，那些皮呢就可以从这些缝隙里面呢飞出来。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把这个花生仁和皮倒进去之后，轻甩，皮就可以自动的分离出来了。用手在里面的掏一下，像掏米一样。那也许还有一些比较大片的皮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沥水篮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给挑出来。那花生皮全部都去掉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花生仁全部再倒回烤盘里面，重新的再把它们平铺在烤盘里。那我们现在要再次的把这些花生仁送入烤箱，上下火70度，中层保温，时间设置为20分钟，机械烤箱设置为常通状态。这样是为了待会儿跟热糖混合的时候，不会让糖快速降温，加速糖的凝固而无法混合花生仁。热的花生仁可以让糖包裹住它，否则没有混进去的花生做成糖成型后，切块的时候呢，很容易脱落的。那花生在烤箱保温的期间，我们要把糖做出来，这整一个过程呢都要一气呵成。那为了不让自己手忙脚乱，我们要提前把所有的原材料呢都准备好，以及待会儿我们塑形要用到的工具。这里我准备了烤盘、油布、刮板以及擀面杖。那我们开始做之前，要烧开一锅热水，我们把它从炉子上移下来，把这个无盐黄油放进热水里面隔水融化成液体，并且一直让它在热水里面保温。然后我们来做糖的部分，因为糖浆做好之后要马上跟打发好的蛋白霜混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好蛋白以及打蛋器。然后我这里还用到一个蛋盆固定器来固定这个蛋盆，防止它移动。没有的朋友呢，可以垫一块湿的抹布来防滑，否则待会儿混合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倒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糖浆做出来。做糖浆，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厚底的奶锅，不然的话，那个糖浆呢很容易焦的，受热会不均匀。如果天气太冷的话呢，像这个麦芽糖，我们要提前的把它放在一碗热水里面泡一下。
那我们现在先把细砂糖和水倒进去，接着我们放一点盐，中和一下那个牛轧糖的甜度。那这个麦芽糖呢也泡了一会儿了，现在呢它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取出来了。没有麦芽糖的朋友也可以用水饴，也就是玉米糖浆替代，但是那个熬煮的温度呢就要稍微的再高一点点了。那我们把这个麦芽糖全部都倒进奶锅之后，把它放在炉子上大火煮沸。期间我们要用耐高温的刮刀不时的拌匀一下，让糖浆均匀受热，直到糖水沸腾之后呢，再把温度计放进去，然后把火调小一点，中火就可以了。不熟悉的朋友建议用小火，一直把糖水煮到140度。很多曾经做过牛轧糖的朋友看到这个温度呢，都会有疑问。是的，这个温度呢不是固定的，还要根据你配方中的麦芽糖和细砂糖的一个比例来调整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牛轧糖的硬度是由什么决定的。一、材料。做熬糖版牛轧糖，我们常见的有水饴版和麦芽糖版。水饴可以代替麦芽糖，糖浆中细砂糖越少，麦芽糖越多，糖呢就越软，反之就越硬。所以如果增加细砂糖的用量，但其他材料没有变化，温度同样熬煮到140度，糖肯定会硬一些的。如果减少了细砂糖，又想要糖硬一些，那就只能升高熬煮糖浆的最终温度，来达到想要的硬度了。二、糖浆的温度。糖浆的温度越高，糖就越硬，反之就越软。选择不同的麦芽糖，要根据麦芽糖的浓度来调整糖浆的熬煮温度。在配方不变的情况下，糖浆实际温度最好不要低于140度。温度计如果贴着锅壁熬煮，都会有虚高的现象，一般虚高3到5度不等。也就是说，温度计显示145度，实际只有140度左右。这还要看温度计的准确性。不同品牌的麦芽糖做出来的牛轧糖软硬度呢也不尽相同，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糖浆的熬煮温度。第一次做如果140度糖软了，那么下次糖温呢就升高一些。那么如果140度糖硬了，下一次糖温呢就降低一些。三、室内的温度和湿度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呢会影响牛轧糖的硬度。有做过意式马卡龙的朋友都知道，湿度越大，糖浆熬煮的温度呢就要越高。熬糖版牛轧糖也同理，所以当湿度达到80%的时候，熬糖的温度还可以在正常温度的基础上再往上升2到3度。但是做好冷却后的糖可能还是会软，表面呢会粘手，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太重了，糖遇水就会融化，这个很难避免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包装好，密封保存，否则糖受潮太久会直接化了。夏天因为室温比较高，糖遇到高温也会融化，所以夏天做熬糖版牛轧糖的时候，糖浆温度呢也要升高一些。冬天的话呢，温度可以降低一些。牛轧糖可以减少细砂糖的用量来降低甜度吗？配方中加入盐就是为了降低甜度，细砂糖越少，麦芽糖越多，牛轧糖呢就越没那么甜。但如果为了控制甜度而极端的减少细砂糖的用量，甚至只用麦芽糖来制作是不可以的。液态糖越多，水分呢就越多，而且麦芽糖吸湿性很强，如果不控制用量，做出来的成品很容易受潮，难以保持形状和口感。全部用麦芽糖的话，牛轧糖呢会无法成型的。麦芽糖的甜度不及细砂糖，要保证牛轧糖成型后的硬度以及甜度，必须添加细砂糖。实在不喜欢太甜的朋友，坚果呢可以多放一点，同样可以降低糖的甜度哦。因为每一口吃到的糖呢就会比较少，但它毕竟是糖，不甜呢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大家适量调整吧。那除了看温度计，这里我再教大家用一种很传统的方法来辅助判断糖是否煮好了。我这里准备了一盘冰水，首先呢，这个是120度糖浆的状态，用指尖捏圆，像在捏口香糖的感觉。接着这个是130度的糖浆，倒进去之后呢，会形成水滴状，拿起来捏捏，还有一点点的弹性。这样的温度其实已经可以做牛轧糖了，但做出来就是软糖的状态，而且会比较粘牙。牛轧糖应该要有嚼劲一点，所以温度呢还要再升高一点。那这个呢是140度的糖珠，我们拿起来非常的结实，硬硬的。这样的温度做出来的牛轧糖软硬度呢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一般都会熬煮到这个温度，再加入到蛋白霜里面。
大家可以多做几次，做出你喜欢的软硬程度。现在温度计显示呢是120度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把火调到最小，然后开始高速打发蛋白酸。我们先把蛋白打到初泡，然后把10克细砂糖慢慢加进去，继续把蛋白酸打至硬性发泡。这里加入细砂糖是为了稳定蛋白酸，使得待会儿更容易跟糖水混合。我们要用常温的蛋白，不能用冷藏的，否则待会儿加入糖浆的时候温度太低，糖浆凝固太快，就无法混匀了。糖浆煮到140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认真打发好蛋白酸呢就可以了。细砂糖完全融化，我们把蛋白酸打发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硬性发泡，也就是蛋白酸的体积膨胀到最大值。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糖浆。现在这个温度计显示呢是135度，我们要用刮刀拌匀一下，减少这个温度计虚高的一个现象。温度计的温度如果是1度1度往上升的话，那证明火力大小刚刚好。如果温度每次上升都是几度的话，那证明火太大了，这样糖浆很容易熬过，要把火调小一点哦。因为我们这个温度计的探针贴着锅底，温度呢肯定会高一点的。我们这样子搅拌，让这个糖浆均匀受热，提高这个温度计的一个准确性。现在温度计呢显示是140度了，不用着急，我们先关火，然后把这个奶锅移出来。因为我这个奶锅呢是厚底的，它具有保温作用，所以我需要把它从炉子上移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温度计取出来。我们现在呢要开动高速，把蛋白酸再打发一下，因为刚才呢它有一点结块了。蛋白酸重新恢复顺滑之后，我们一边搅打蛋白酸，一边把糖浆加入到蛋白酸里面。糖浆就像我这样一点点的加进去蛋白上面，倒的时候打蛋头移开一点，注意不要把糖浆倒在打蛋头或者是打蛋碗边了，否则糖浆会马上凝固成型的。只要记住每次糖浆倒进去都要迅速和蛋白酸混匀呢就可以了。刚开始也许会出现糖浆倒进去蛋白里呢就结块了，这是正常的。只要是在蛋白里面而不是贴着碗边呢就不用担心，也不要停止，继续倒糖浆继续打。当蛋白酸温度升高之后，蛋白酸中的糖块自然就会融化了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停下来，糖会迅速凝固结块，无法再融化。糖水必须慢慢倒，像我这样连续性的倒进去，这样蛋白酸的水分才可以很好的挥发，否则倒太快糖就会比较软。糖水浇完之前，打蛋器尽可能不要停止，要持续的给蛋白酸充气以及挥发水汽，这样做出来的糖才会好吃不粘牙。糖浆全部倒进去之后，我们还要持续搅打一会儿，蒸发一些水汽，大概打几十秒，你会感觉到糖的阻力呢开始增加，那就可以了。我们混匀之后，现在要把这个还在热水里面保温的黄油拿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蛋白酸放进里面呢保温。接着我们黄油要分3次加进去蛋白酸里面混匀，先加1/3进去，开动打蛋器高速混匀，动作要快，否则糖冷却了就混不匀了。那边缘那些不均匀的黄油也记得全部都要混进去哦。混匀之后，再加入剩余的1半黄油进去，继续开动打蛋器高速混匀。其实打几圈呢就可以混匀了，手要扶稳蛋碗。现在这个糖的阻力呢已经很大了，糖有可能会卷上打蛋头。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打蛋头提起来，悬空的甩一下，糖呢就会落下去了。卷上去的糖一定要甩下来，否则黄油呢是会混不匀的。最后把剩下的黄油全部都加进去，继续高速混匀。因为蛋碗在水中呢会有一点浮力，所以水呢也不能倒太满。黄油混匀之后，打蛋器呢就不需要了。现在我们一次性把奶粉全部都加进去。手法呢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，但我们一开始要把奶粉铺满整个碗，刮刀呢也要沾上一点奶粉。做牛轧糖，刮刀的刮头呢要选择硬一点的，然后用刮刀把糖从碗边藏起来，让它和碗分离。奶粉可以防粘，碗边都有奶粉，糖呢就不会粘上去了。分离后会容易混匀很多。我们可以用这样压拌以及翻拌的手法，快速把奶粉混进去。
糖现在的阻力呢已经非常的大了。如果你的糖和奶粉无法用刮刀混匀，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换木勺来操作。要在它冷却之前把所有材料呢都混进去。热水保温只是辅助，如果糖的内心冷却了，那是没有办法再和其他材料融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样子基本混匀之后，就可以把它离开水了。接着我们要把还在烤箱里面保温的花生拿出来倒进去里面，刮刀稍微压一下，但已经没有办法混匀了。木勺的话大力一点呢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可以戴上手套来操作。首先把刮刀上面的糖用刮板刮下来，然后我们把花生全部都粘上去。花生必须是热的才能粘上去哦，冷的话就会和糖分离了。硬塞进去的话呢，切的时候就会掉得很严重。混匀到这个状态呢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放在烤盘里面塑形。碗里面多余的也可以挖出来，但我一般呢就不管它了，因为这样很浪费时间。否则待会糖变硬了，花生呢就揉不进去了。我们就这样不断折叠，让糖尽可能的包裹着花生。基本上这样折叠3、5次呢就差不多了。烤盘是冷的，这样折叠温度已经降下来了，硬度开始增加。我们要折叠到感觉到明显硬度之后呢，再开始塑形，要快一点，因为糖变硬之后呢，可塑性就会降低。那我们可以用油布来辅助我们塑形，像我这样子按压它。稍微压平之后，我们再用手把糖推向烤盆的角落，大概压到这个烤盘一半的厚度呢，就差不多了，大概是1.5厘米。然后我们再盖上油布，用擀面杖把表面擀平。边缘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刮板这样子压，尽量的让它平整。最终我们塑形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如果一次性做很多的朋友，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分切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个牛轧糖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室温放置到第2天呢再来分切。那牛轧糖刚刚做好冷却之后呢是最好切的，如果放到第2天呢就会比较难切咯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室温冷却一下。熬糖板牛轧糖的常见问题，为什么熬糖板牛轧糖的成品会软呢？1. 熬糖的温度不够，做出来的成品呢就会软。下一次熬糖的时候呢，温度适当的增加2到3度，逐步调整。2. 糖浆倒入蛋白霜之后呢，搅打不足，没有充分的挥发水汽，水汽过重而导致的过软。糖浆加入蛋白霜之后，要持续搅拌，挥发水汽，搅打到打蛋器能感觉到阻力之后呢，才可以停止。这样可以让蛋白霜里面充满气体，牛轧糖吃起来才会不粘牙。3. 配方中的蛋白不要随意加量，蛋白过多等于降低了糖的比重，水分增加了，糖浆加入之后挥发不足，糖就有可能会变软哦。熬糖板牛轧糖做完，如何清洗工具呢？工具用水泡1晚，糖遇水呢就会融化了。如果想要马上清洗，那就用热水泡半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融化了。如何保存牛轧糖呢？冬天室温密封保存就可以了，大概可以保存1个月。夏天的话最好放冰箱里面冷藏，因为糖不喜欢高温，高温它就会融化的，它也不喜欢潮湿，遇水呢也会融化的，所以我们要密封保存。我的判断标准是，打开之后如果没有闻到坚果的异味以及发现霉点，那就表示没有变质哦。牛轧糖冷却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切块，最好呢是用菜刀切。那我们先把它取出来，放在这个砧板上面。那我们用菜刀先把这个牛轧糖等比的分一下，好，像这样子。接着我们像这样子来回切，菜刀这样子来回移动，那么牛轧糖呢就很容易的被切开了。因为呢它还是有点硬度的，所以呢我们要用力切，把它们均匀的分切成长条。那我们把它切成长条之后呢，再切成小块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切成这样子的小块呢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成功的牛轧糖里面呢是有很多细小的气孔的，它虽然比较硬，但是咬进嘴里之后呢会迅速软化，
而且它不粘牙，所以糖浆加入蛋白霜里的时候，一定要充分打发以及混合均匀。这样除了可以挥发蛋白霜的水分，同时也是在给糖充气呢。接着我们要把它包装一下。如果有糯米纸的朋友呢，可以把这个牛轧糖呢先包一层糯米纸防粘。好，然后呢再准备一张油纸，把这个牛轧糖包起来。没有的朋友呢，可以用我们平常烘焙用的油纸，把它剪成合适的大小，反粘的效果呢是一样的。那这样子牛轧糖就包好了。如果要做很多的朋友，总是用菜刀切的话呢，手会很累。那我可以建议大家买一个这样子的铡刀，其实它呢非常的方便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牛轧糖放在这里面，然后像切药材那样子切下去。大量做的话，这样子就会轻松很多哦。那这个传统牛轧糖就做好了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去到我的网站 tinwei.com 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大家的。如果大家也有做出来，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以及去到下厨房交作业哦。